你是否每天吞下一把维他命，期待自己更健康、更有活力？你以为多补充维他命总是有益无害吗？今天的影片要颠覆你的想象，我们将揭露5种常见的维他命保健品，它们非但无助于健康，还可能悄悄地削弱你的腿部力量。尤其排名第一的那种，几乎每个人家里都躺着一瓶。准备好了吗？赶快检查一下你的药柜，看看这5个地雷，你中了几个？在揭晓名单之前，先说一个真实故事。澳洲一位当了40年急诊医生的70多岁婆婆，退休后因为腿部时常痉挛抽筋，开始每天补充一种保健品。不料几年下来，她发现走路变得越来越吃力，短短100公尺的路程都举步维艰，上下楼梯更是难如登天。她一度以为自己得了什么严重的神经系统疾病，直到就医检查才震惊地发现，祸首竟然是某种维他命中毒导致的周边神经病变。听起来不可思议吧？难道维他命也会中毒吗？原来我们长期以来相信的多补多健康，其实是一个迷思。现在就让我们按照排行，一一盘点那些可能在偷偷摧毁你腿部肌肉和神经功能的维他命保健品，看看你是不是也在无意间交了智商税。首先登场的是维他命 A。 很多人一听到维他命 A 就想到吃胡萝卜护眼睛，父母也常给孩子买鱼肝油来补充视力。维他命 A 确实对视力发育和皮肤黏膜健康很重要，但过犹不及。你可能不知道，长期过量摄取维他命 A 会在体内累积，变成一个潜伏的健康杀手。维他命 A 是脂溶性的，体内代谢慢，吃太多没办法像水溶性维生素那样随尿液排出。当我们长期摄入超过所需的维他命 A 时，它会囤积在肝脏和各组织，逐渐造成中毒。中毒的症状五花八门，其中就包括肌肉协调不良、四肢无力。想象一下，本来补维他命 A 是为了让眼睛明亮，结果腿脚却开始发软无力，走路都打飘，这不是很冤吗？更可怕的是，维他命 A 中毒还会伤肝，造成骨质流失、骨头痛、关节痛、肌肉没劲，都是维他命 A 补过头的警讯。尤其对中老年人来说，过量维他命 A 会加速骨质疏松，让腿部骨骼肌肉变得更脆弱，跌倒风险大增。那为什么市面上好像比较少看到单独贩售维他命 A 的保健品？其实就是因为这种风险存在，厂商也清楚高剂量维他命 A 不好卖，所以多半把它藏在综合维他命或鱼肝油里面。如果你平时饮食不挑食，其实根本不容易缺乏维他命 A。 深绿色、橙黄色蔬菜和蛋奶、肝脏等食物早就提供充足的维他命 A 了，一旦额外大量补充，反而害大于利。除非有医师诊断的缺乏症，否则真的不用随便吃高单位维他命 A。 保护视力最好的方法是均衡饮食，摄取胡萝卜素，再加上适度用眼休息，而不是狂吞药丸。千万记住，维他命 A 不是吃越多越好，不然强壮的腿脚可能会被拖垮，得不偿失。接下来要揭晓的是维他命 D。 维他命 D 可说是近年最热门的营养素之一，从强健骨骼、增强免疫力到预防慢性病，好像样样都少不了它。很多人听说现代人晒太阳不够，普遍缺维他命 D， 就赶紧买高单位的维他命 D 保健品，天天吞，生怕骨头会松，抵抗力会差。然而你知道吗？维他命 D 补过头也会让你浑身无力，腿软无力，还可能对身体造成严重伤害。维他命 D 本身其实不直接强健肌肉，它主要功能是促进钙质吸收，但如果你过量补充，血液中的钙反而会堆积到异常的高水平，高钙血症。高钙血症会带来一连串副作用，食欲不振、恶心呕吐、频尿、肌肉无力、思绪混乱，甚至心律不齐。没错，血钙太高会让神经肌肉变得迟钝无力，整个人感觉虚弱疲倦，腿部使不上劲。更糟的是，钙质过多还会在肾脏沉积，造成肾结石和肾损伤。有些极端案例中，患者大量摄入维他命 D， 几个月后出现严重高钙血症，肾衰竭和心脏衰竭接踵而至，最终不幸丧命。就在去年，英国一位89岁的老先生因长期过量服用维他命 D 补充剂，导致维他命 D 中毒和高钙血症，短短几天内引发致命的心肾衰竭。
这起事件震惊医界，连法医都呼吁维他命 D 补充剂的包装上应该印上过量风险警告，因为一般人大概很难想象维他命也会吃到出人命。当然，我们并不是说维他命 D 不重要，适量的维他命 D 对骨骼肌肉健康确实有帮助，但重点是适量而非无限制补充。正常情况下，我们晒太阳、吃鱼干、油、蛋黄、乳制品等就能获得足够的维他命 D。如果你怀疑自己缺乏，正确做法是去医院抽血检测，在医师指导下补充合理剂量，千万别自己当医生，随便听信偏方，每天大剂量猛吞。毕竟维他命 D 是脂溶性，在体内的半衰期长达将近2个月，一不小心累积过量，腿脚无力、骨痛、肾结石可能一起找上门。与其狂吃维他命 D， 不如每天适当晒太阳15到30分钟，加强腿部重量训练和摄取钙质蛋白质，这样对强化骨骼和肌肉更有保障。记住，维他命 D 补充要讲科学，不是多多益善，否则强壮双腿可能会被你自己补垮。第3名是许多人印象中的美容和心血管保健明星维他命 E。 早年维他命 E 风靡一时，不少女性为了美肤抗老天天吞，男性长者则寄望它保护心脏血管。维他命 E 确实是一种抗氧化剂，正常摄取对免疫功能和血管健康有帮助。然而，大剂量额外补充维他命 E 的暗黑面却逐渐浮现，它不仅可能增加某些严重疾病风险，还会让你感到肌肉乏力、无精打采，直接拖累了腿部的表现。先说说肌肉无力的部分。医学资料显示，维他命 E 中毒虽然罕见，但偶尔一些人长期每天吃超过建议许多倍的剂量，就会开始出现倦怠乏力的症状。许多人描述那种感觉就像肌肉失去了力量，抬腿走路都懒洋洋的提不起劲，同时伴随的还可能有恶心、想吐、腹泻、肚子痛等肠胃不适，整个人感觉非常差。如果继续过量下去，维他命 E 最令人担忧的副作用是增加出血风险，因为维他命 E 摄取过多会干扰维他命 K 的作用，导致凝血功能下降。一些大型研究发现，高单位维他命 E 补充和出血性中风风险上升有关，甚至有统计显示，长期吃高剂量维他命 E 的人总死亡率反而略有升高。听起来相当讽刺吧？原本抱着保心防老的期望在吃，结果心脏病、中风风险并没有降低，肌肉还越补越无力，甚至增加其他健康隐患。更何况，多数人日常饮食其实不太会缺维他命 E， 坚果、种子、植物油、全谷等食物都含有丰富的维他命 E， 正常吃饭的人体内很少出现严重缺乏。医师反而担心的是，现代人一听说维他命 E 抗老化、护心，就不管3七21地狂吞胶囊，结果弄巧成拙。所以千万别迷信网络上鼓吹的高剂量维他命 E 保健。国际上很多专家其实早已发出警告，纵观多项临床试验，维他命 E 补充剂对预防心血管疾病或癌症并没有明确效果，过量反而可能有不良影响。如果你希望保持年轻，防止腿脚老化无力，最好的方法是规律运动、均衡饮食，多吃天然富含维他命 E 的坚果种子，而不是依赖一颗小小的维他命 E 药丸。别让这位抗氧化明星在你的身体里变成了捣蛋的黑暗杀手，耗钱又伤腿。现在来到第2名，这可是专家点名最不需要额外补充，甚至会偷走你腿部力量的维他命，它就是维他命 B6。 或许你会疑惑，维他命 B6 不是水溶性的吗？应该会随尿液排出，为何也有中毒风险？这正是维他命 B6 最狡猾的地方。很多人根本没注意自己在大量摄入 B6， 因为它常常隐身在各种号称提神饮料、综合维他命、安眠补充剂当中，长期下来不知不觉就可能摄入过量，而一旦累积超标，维他命 B6 会直接攻击你的周边神经，首当其冲的就是控制四肢的神经线，结果就是手脚麻木、刺痛，继而肌肉无力，尤其是腿部力量明显下降。还记得开头那位走路困难的澳洲老太太吗？她的病因正是维他命 B6 中毒引发的周边神经病变。原来她长期服用一种含维他命 B6 的镁片来治疗腿抽筋，没想到补充剂里的 B6 剂量远超体内所需，2年下来，她血液中的 B6 浓度竟高达正常的7倍。过多的 B6 没能排出体外，
反而像毒药一样侵蚀他腿部的神经末梢，导致不可逆的神经损伤。他上半身看似没问题，大脑也清醒，可就是双腿抖擞无力，连站稳都困难。医生诊断后，只能赶紧叫他停掉补充剂。但遗憾的是，神经受损恢复十分缓慢，错过黄金治疗时间，甚至可能永久瘫痪。这起事件让许多医生自己都大吃一惊，连专业人士以前都不知道市售维他命 B6 补充剂有这么大的风险。其实早有研究指出，长期每天超过50毫克的维他命 B6 就可能引发末梢神经病变，而一般人每天所需的 B6 分量不到几毫克，普通饮食完全供应充足。可是市面上一些综合维他命或能量饮料，随随便便一份就含有10毫克、20毫克，有的甚至高达50毫克以上。如果你早晚各来1粒多种维他命，再加上一罐强调提神的运动饮料，不知不觉每天 B6 摄入可能爆表几十倍。难怪有神经科医师直言，除非确诊缺乏，否则根本不需要额外补充维他命 B6。维他命 B6 的危害在于，它会在体内潜伏累积，合成的 B6 停留时间很长，可能将近1个月还残留在神经组织中，继续产生毒性。所以千万别以为吃多了没关系，反正水溶性维他命会随尿排掉。这句话对 B6 来说并不完全适用。当你的腿开始莫名刺麻、无力，走路像踩在棉花上时，再怀疑到维他命 B6 往往已经太迟。现如今，一些国家已经对高剂量 B6 补充剂加强管制。例如，澳洲规定凡是每日剂量超过10毫克的产品，都必须贴上可能导致周边神经病变的警语，并考虑让更高剂量的 B6 制剂改由药师管控贩售。这些措施都是为了保护消费者不被过量 B6 伤害。对我们一般人而言，更简单的原则就是平常均衡饮食就足以获得所需 B6， 不要乱博，特别是别轻信网络上一些偏方，说什么 B6 助眠、B6 治更年期，自己大量吃起来，真有需要，请咨询医师并严格控制剂量和时程，否则一不留神，维他命 B6 会从你的朋友变成掏空腿力的可怕敌人。终于来到万众瞩目的第1名，这个相信你早就猜到了，就是维他命 C。 它可谓是每个家庭常备的国民保健品，预防感冒来颗维他命 C， 熬夜后疲劳补充维他命 C， 连皮肤想美白，人们也寄望高剂量维他命 C。 但你可能不知道，这看似无害的维他命 C， 其实在某些情况下会对肌肉力量和身体机能产生负面影响，甚至可以说，你每天大把吞的维他命 C， 很多时候只是在做无效甚至有害的无用功。先破解第一个迷思，维他命 C 不等于不感冒。科学研究表明，对一般人而言，额外大量服用维他命 C 并不会明显降低感冒的几率，就算每天吃到1公克以上，最多也只有些微缩短感冒持续时间的效果而已，根本达不到很多人想象中百毒不侵的状态。换句话说，你辛辛苦苦每天吞维他命 C 预防流感，极可能只是心理安慰，而过量维他命 C 带来的副作用却实实在在，肠胃不舒服、胃灼热、腹泻，甚至增加肾结石风险。因为维他命 C 代谢后会产生草酸，草酸太多就容易和钙结合形成结石。如果你平常水喝少，又狂补维他命 C， 小心肾脏里长出结石来，让你腰酸背痛，腿也软趴趴。更有意思的是，最新的运动营养研究发现，高剂量维他命 C 可能干扰运动后肌肉的训练适应。原来运动时，肌肉会产生自由基，适量的自由基反而是促进肌肉强化的一种讯号。但如果运动完马上大量补充抗氧化剂，维他命 C 和 E 过度清除自由基，反而削弱了肌肉对训练的适应。有实验对照发现，长期高剂量维他命 C， 例如每天1000毫克，会让受试者肌耐力和肌肉增厚的训练效果打折扣，特别是腿部等大肌群的增强受到抑制。训练后肌肉酸痛虽然可能减轻一些，但腿部力量提升的幅度也变小了。这对于热衷健身的人来说，简直是偷走成果的隐形杀手。你天天抱着运动后补充维他命 C 有益恢复的想法，结果健身成效被自己毁了一部分，太划不来了吧。此外，过量维他命 C
还可能干扰其他营养的吸收与利用。例如有研究指出，同时摄入高剂量维他命 C 会降低维他命 B12 的吸收，长期下来可能导致 B12 偏低，间接引发贫血或神经问题，腿部无力麻木也会找上门。虽然这种影响不见得发生在每个人身上，但也提醒我们，维生素之间不是独立存在的，过量一种可能影响另一种。所以真的不要以为维他命 C 再多都无妨，反正水溶性吃多了就排掉。事实证明，一次吃太多，不但排不完，还可能惹出其他毛病。既然如此，难道维他命 C 一点用都没有吗？倒也不是，它对于维持胶原蛋白合成、促进伤口愈合、增进铁吸收都有重要作用。我们每天确实需要一定量的维他命 C， 但是一般人通过新鲜蔬果就完全足够了。一颗奇异果或一碗青江菜就含有超过每日所需的维他命 C， 根本无需依赖高剂量营养品来达成。把钱花在新鲜水果上，远比买维他命 C 发泡锭划算得多，效果也更佳。而且吃水果同时还摄取了膳食纤维和其他植物营养素，对健康更是全方位的好。反之，如果动不动就狂灌维他命 C 高剂量锭，不仅可能造成身体负担，削弱腿部肌耐力，还真的是在制造昂贵的尿液罢了。因为超出身体利用量的维他命 C 终究会从尿液排出，把你的钱包一点点排空。看完上述5大维他命地雷，你是不是开始重新审视自己饭后随手吞的那些小药丸了？其实我们并不是要妖魔化所有维他命保健品，而是提醒大家，补充营养一定要讲科学依据，而不是人云亦云的乱补一通。很多人花了大钱买维他命，结果换来的不是健康，而是潜在的伤害，这就是典型的交智商税。正如医学专家所说，大多数一般人的均衡饮食中已经含有身体所需的全部维生素，额外补充在大部分情况下只是在花钱制造昂贵的尿液。更糟的是，当你超量补充时，这些本来有益健康的维他命反而会变成健康隐患，偷走你的腿部力量，甚至损害整体健康。那么我们该怎么做才能既保健身体又不踩雷呢？以下是几条科学建议供大家参考。优先从天然食物中获取维生素，均衡饮食是王道。每天吃足够的蔬菜水果、全谷、优质蛋白和坚果种子，绝大多数情况下就能满足维生素需求。食物中的维他命含量适中，且搭配着其他营养素，吸收利用更协调，不容易过量。用食物取代药丸，既美味又安心。不要自行高剂量长期补充。如果因为特定原因怀疑自己缺某种维生素，例如素食者担心缺 B12， 长期日照不足者担心缺维他命 D， 请先向医师咨询，通过验血等方式确认是否真的缺乏，再在专业指导下补充适当剂量，且定期复查。不在医师建议下，切勿长期服用超出建议量的维他命，特别是 A、D、E、B6 这类容易蓄积的。警惕保健品的叠加摄取，现代人可能同时吃好几种补充剂，结果里头的维生素成分互相重复，总量大大超标而不自知。例如你吃了综合维他命，又喝强化维生素饮料，还吃了加了维他命的谷片，每样看似剂量不高，加起来却惊人。购买前请仔细阅读标签成分，不要重复补充同类维生素，以免不知不觉中超量。关注身体发出的信号，如果你正在补充某种维他命，留意自己的身体反应。若出现不明原因的疲倦、肌肉无力、麻木、恶心、食欲不振等症状，需要提高警觉，这可能是在暗示你补过头了。及早停用并就医检查，比继续硬撑更明智。身体是最诚实的老师，不要忽视那些异常信号。强健腿部靠运动胜过保健品。想要腿脚有力、肌肉发达，最有效的方式是规律的抗阻运动，例如深蹲、蹬腿等，加上充足的蛋白质摄取和休息恢复。没有任何维他命保健品能取代运动带给肌肉的锻炼刺激。与其寄望一颗药丸，不如每天抽点时间锻炼大腿和小腿肌群，提升平衡感和力量，这才是预防衰弱的长久之道。最后再次强调，维他命不是吃的越多越好，适量才是关键。当然，我们并非否认维他命对人体的重要性，而是要破除
多多益善的迷思。把钱省下来，投资在购买新鲜食材和培养运动习惯上，比起堆满桌的保健品，更能真正提升你的健康水平。不要再为那些华而不实的宣传交智商税了。下次再有人跟你推荐什么神奇维他命能包治百病，迅速增强体力，你大可以笑笑地说谢谢，不用了。保护腿部肌肉和力量，我们靠的是科学的生活方式，而不是几瓶来路不明的营养丸。从今天起，好好爱惜你的双腿，聪明选择真正需要的营养，让自己用最踏实的方式变强壮。您的健康不需要冤枉的智商税来买单。祝大家腿脚硬朗，健康满分。